47岁的江苏省泰州市江堰男子陈立民只有初中文化，年轻的时候学过瓦工技术，这些年一直在外打工。2005年春节后，他来到离家不远的泰州市某建筑工地打工，这样可以更多的照顾家庭。因为唯一的女儿陈晶再过几年就要考大学了。出生于1990年的陈晶性格内向，学习非常刻苦。2008年9月，陈晶顺利考入泰州一所师范专科学校。陈立民对此非常满意，他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女儿，家里还有老人要照顾，妻子一直留在江堰老家，不时打些零工。2008年12月，陈立民家因为征地房屋拆迁，分得85万元的拆迁款。陈立民告诉妻子，现在家里不缺钱了，你也不要打工了，在家陪陪老人就行了。大学生活占据了陈晶不少时间，有时候忙起来，他连星期天都回不了家。陈立民觉得很冷清，有时候白天太累了，他就会到附近的洗浴中心去泡泡澡，期间不时也会遇到一些语言服饰都很出格的女子前来挑逗，陈立民总是唯恐避之不及。2008年12月6号晚上，累了一天的陈立民再次去泰州市海陵区一家洗浴中心泡澡时，突然觉得下体一阵瘙痒，便下意识地用手抓了抓，却没想到因为用力过大，竟然把表皮给抓破了。2天后，陈立民觉得应该去看一下医生，但是自己这种地方瘙痒，去大医院看太难为情了。泰州地方小，说不定还会碰到熟人，到时惹来一身骚。对当地小医院并不熟悉的陈立民，便在上班时借口自己肚子疼，问工友哪儿有好的小诊所。一位工友告诉他，泰州汽车西站附近就有不少私人开的诊所，价格便宜，还不要排队。第2天一早，陈立民就来到了泰州汽车西站。一打听啊，陈立民得知有家名为4号诊所的私人诊所已经在这里开了20多年了，生意非常好，并决定到这个4号诊所去看病。坐诊医生是一男一女2个人。经过简单交谈，陈立民得知这2位医生是一对夫妻，都是来自江西的祖传中医世家，男的叫全德辉，女的叫琉璃花。听完陈立民的陈述后，全德辉让陈立民到里屋去，把裤子脱下来看一下。全德辉只是把他的包皮翻开来看了一下，就非常坚决地告诉他，你的下体啊，已经长了3、4个小菜花，没说的，你肯定是得了梅毒。陈立民如同五雷轰顶啊，没有想到自己与这样肮脏的病遇上了。他将信将疑，说自己从来没有与外人有过不洁性接触，怎么可能染上性病呢？全德辉听罢，竟然连连摇头说，告诉你吧，这种病有很多种传染途径，比如你去洗浴中心洗澡，如果有一个性病的人坐过的板凳你再去坐，那就会被传染上。到了这个地步，陈立民觉得自己只能听医生的了，于是他按照全德辉的要求，先打了一针350元的特效针，然后到诊所里挂水，1天要挂3瓶水。陈立民看到药水瓶子上全是外文字，就问全德辉，你给我用的是什么药？全德辉很神秘地告诉他，都是进口药，效果非常好，就是价格贵了一点，1瓶要1280块钱。当天挂完水，陈立民付给全德辉1300元钱。全德辉看到陈立民的衣着，觉得他并不是个经济宽裕的人，便好心的还还给他300块钱，但却被陈立民拒绝了。陈立民说，看病的钱我还是有的，只要能把病看好，再多花点也不要紧。陈立民的这番话让全德辉心里喜出望外，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而是非常亲热地拉着陈立民的手，一直将他送到门外，再三叮嘱道，兄弟啊，你放心，
你在我这儿再挂几天水，我保证能把你看好。就这样挂了20多天，陈立明一共交给祖传名医全德辉6.8万元钱。他觉得自己的下体好像真的不疼了。这期间，全德辉先后几次给陈立明打电话，叮嘱他还要定期治疗，巩固疗效，否则一累了还会复发。陈立明信以为真，之后又多次去4号诊所挂水。陈立明主动对全德辉说：全医生，你给我一个银行卡号吧，以后我就把治疗费直接汇到你的卡上。他的这句话让全德辉夫妇喜出望外。陈立明平时一直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所以他花巨款治疗性病的事，家里的其他成员全然不知情。2009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初10那天，陈立明的手机接到多个全德辉打来的电话，但考虑到家人都在，陈立明便没有接听。15那天，陈立明来到全德辉的诊所，问他打电话给自己有什么事情。全德辉关心地询问他，最近身体状况如何呀？陈立明如实相告，说自己这几天小肚子有点疼。全德辉一听说，哎呀，那说明你的病啊还没有治疗彻底，你必须继续抓紧挂水治疗。陈立明对全德辉深信不疑，于是他当即按照全德辉的要求，在诊所里挂起了水。全德辉告诉他，现在物价飞涨，药价更是涨得离谱。以前给你用了1300来块钱一瓶的药，现在已经涨到了5000多块钱一瓶了。之后的2个月里，陈立明又在这家诊所里挂水治病，先后付给了全德辉夫妇19万元人民币。2009年3月初，全德辉去四川出诊了。那几天都是全德辉的妻子刘梨花给陈立明挂水治病。聊天中，刘梨花几次体贴地告诉陈立明，大哥呀，你这个病啊，千万不要告诉家里人，否则老婆肯定会跟你离婚的，家人也被人嘲笑。这恰恰说到了陈立明的痛处。就这样，陈立明只要有空就去4号诊所挂水，一直坚持到2009年6月。期间，刘梨花也曾到其他城市去出诊，他便让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过来给陈立明挂水。当然，每隔几天，陈立明就会往他们的银行卡上打钱，少则2、3万，多则6、7万。2009年8月初的一天，刘梨花笑着告诉陈立明，陈大哥呀，你的病治得差不多了，再挂几天水就行了。陈立明听这样一说，开心不已，一口气又接着挂了10多天。此后他的亲戚去世，陈立明去帮忙时吃坏了肚子，便打电话告诉了刘梨花。刘梨花告诉他，这是因为你肚子里的病毒又复发了。信以为真的陈立明第2天就来到诊所，连续挂了10多天的水。刘梨花见陈立明对自己如此配合，竟体贴地告诉他，大哥呀，你现在已经搞成了3期梅毒啊。陈立明一听，吓得当时脸色就变了。他问刘梨花，性病会死人吗？刘梨花告诉他，当然会死人了，而且死得非常难看，全身会腐烂流脓，千疮百孔啊。陈立明已经吓得脸色发灰，他告诉刘梨花，刘医生，你一定帮我想想办法，赶紧治好我的病。刘梨花的回答是，我肯定会全力给你治病的，但这半年药价又涨了不少，一瓶药已经要8000多块钱了。陈立明毫不含糊地说，你尽管用药，钱我1分都不会少，放心。话虽这么说，但此时陈立明已经前前后后花了80多万元了，拆迁款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只能跟刘梨花夫妻好言相商，希望现在先欠着。就这样，陈立明开始过起了欠钱治病的日子。2009年9月初的一天，陈立明的妻子突然神情紧张地告诉他，女儿最近发现白带里有血丝。
一想到这是隐私部位，陈立明第一反应就是女儿会不会也得了性病。陈立明决定也带女儿去4号诊所就诊。陈立明先电话联系了刘丽花，告诉她晚上我会带个女孩子来看病。等到天黑以后，陈立明才到学校去接上女儿，然后把她直接带到了4号诊所。早有准备的刘丽花一见到陈晶，就把她带到里屋，让她把裤子脱下来检查一下。刘丽花没有用任何医疗检查器械，仅凭肉眼看了一下陈晶的下体，就告诉她：哎呀，你得的是梅毒啊，我先给你打一针吧。陈晶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出了诊室，刘丽花拉过陈立明，低低的在他耳边说：大哥呀，女儿这么小就得了这个病，你可得抓紧给她治了，否则要害你女儿一辈子的。陈立明一听就懵了，我很注意的呀，怎么还是传给了女儿啊？刘丽花嘴一撇说：早就跟你说过，这玩意儿厉害得很，你走到哪儿她就被带到哪儿，防不胜防啊。你女儿最近可能盖过你的被子了，性病也可能通过被子传染呢。刘丽花的话仿佛点醒了陈立明，想到前几天女儿在家午睡时，因为不小心弄翻了水杯而把她的床单给弄湿了，之后女儿的确是在她的床上躺了一下。他赶紧问刘丽花怎么办。刘丽花告诉他，赶紧治病要紧呐。陈晶连续在4号诊所打了3天的针，每次都是在屁股上肌肉注射。他觉得打过针后好像白带里是没有血丝了。当年12月，陈晶月经结束后的第2天，再次发现自己白带里有血丝。他被这梅毒的阴影折磨得精神恍惚。2010年1月中旬那天，放寒假在家的陈晶突然发现自己右腋下皮肤上出现了一个像黄豆般大小的痘痘。陈晶觉得好奇，就轻轻挠了挠，没想到把表皮给挠破了。陈晶就如实告诉了父亲。当天下午，父女俩再次来到了4号诊所。刘丽花先给陈晶右腋下的痘痘上涂了点药膏，然后又像上次一样给陈晶打了一针。看到女儿痛苦的样子，陈立明发誓，就是再借个100万，也要像医治自己一样把女儿治好。眼看就要到春节了，陈晶突然发现自己的肚子上竟然出现了一小块黑紫色的斑点，她赶紧告诉了母亲，她的母亲又告诉了丈夫陈立明。陈立明告诉女儿，先观察几天再看吧。回到了泰州，陈立明便又将女儿带到了4号诊所。刘丽花又给陈晶打了10天的肌肉针，每天2针。打到第3天时，刘丽花突然提出让陈晶把裤子脱下来给检查一下。之后刘丽花才将陈立明叫进里屋，告诉他，你女儿的病非常严重，她共有3种性病：梅毒、尖锐湿疣、糜烂。哎呀，现在她下身里长了4朵菜花，要赶紧挑掉，否则会越长越多的。回家后，陈晶小便时一直觉得下体疼痛难忍，蜷缩在床上一阵阵颤抖。第2天下午，陈立明又把女儿带到了4号诊所。这次刘丽花告诉陈晶，你下身里的菜花如果不赶紧弄掉，很快就会越长越多，你的下身就会很快烂掉，喉咙里面也长，内脏里面也长，你呀就从梅毒1期变成了2期，最后只能是不治身亡啊。陈晶吓得大哭起来。这时刘丽花将陈立明喊了进来，让他帮忙按住女儿的双肩，不让陈晶动，然后他拿着棉签捅进了陈晶的阴道。陈晶在4号诊所休息了半个多小时，才勉强下地走路。之后又在父亲的带领下，连续1周每天到4号诊所来打针。第8天时，刘丽花又在他的阴道里打了1针管白色的药液。那天陈晶第一次亲眼看到父亲给刘丽花医药费，差不多有10万块钱吧。
全是100元的。就这样，刘梨花又给陈晶打了10天的针，然后再让他继续打10针，说是巩固治疗的。直到又打了24针时，被告知已经基本治好的陈晶才敢将此事告诉自己的母亲。陈晶的母亲越想越觉得奇怪，丈夫为女儿看病究竟花掉了多少钱？她问陈立明，陈立明坚决不肯说。不甘心的她通过熟人去银行一查，才发现家里原先存在银行的85万元拆迁款早已全部被丈夫分次取光了。陈立明的妻子觉得天都要塌了。陈立明知道自己是瞒不下去了，只得如实告诉妻子，这段时间为了治性病，他不仅花光了家里的85万元拆迁款，还向几位亲戚借了共30多万元的外债。也就是说，他和女儿在4号诊所治性病共花去了120多万元。陈立明的妻子当时就吓哭了，哭声惊动了陈立明的哥哥嫂子。嫂子告诉弟妹，光他家就借给了陈立明30万元。陈立明还向他的堂弟和另外一个朋友共借了6.5万元，理由都是说女儿得了一种怪病，治病要花很多钱。得知陈立明前后已经花去120多万元，亲戚们一致认为他是被人骗了，并强烈建议这对父女去当地的正规医院做一次检查。在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结果证实，陈立明父女俩根本就没有得过任何性病，而是普通的发炎。陈立明气得一下跌坐在地上，亲戚们于是赶紧陪陈立明去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区分局报了警。海陵分局的刑警们起初简直难以相信报案人陈立明的陈述，120万看一个性病，岂不是创下了中国治疗性病医疗费的最高纪录吗？本着负责的精神，警方还是派出专人去4号诊所进行了化妆侦查。在连续1周的侦查，并通过技术手段掌握了全德辉夫妇俩的银行卡交易记录后，警方这才确定了报案人所述的真实性。5月25号，泰州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对全德辉、刘梨花夫妇实行刑事拘留。据办案人员高翔介绍，经过警方调查，全德辉、刘梨花夫妇都是江西抚州农民。全德辉只有小学3年级文化，刘梨花则是个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两人也没有任何行医资格，其诊所里用所谓的进口药，经鉴定全部是假药。6月12号，泰州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出示了一份权威鉴定报告，证实陈立明父女俩的梅毒血清试验中 RPR 及 TPPA 均为阴性，也就是说，这对父女从未感染过梅毒。专家表示，梅毒不同于其他疾病，病人只要患过，其身体里就会留下痕迹。陈家父女一切正常，专家推断他们当年很可能得的就是一般性皮肤感染。令人深思的是，这俩人归案后，警方发现仍不时有人往他们的银行卡上汇医疗费，仅半年，这张银行卡上就有100多万元的进账。可当警方顺着该线索去向汇款人进行核实时，几乎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证明自己曾经因为看性病被这两人骗过。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好，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